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今天这一集呢是久违的购物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今年可能买气比较差吧，很多品牌跟电商呢就是很常在打折，而且折扣的力度还不小。那趁这一波呢，我自己入手了一些还蛮惊喜的单品，也发现了好几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品牌。刚好接下来又是欧美的折扣旺季，从 Thanksgiving、Black Friday、Cyber Monday 到 Boxing Day， 所以这一集呢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在接下来折扣季一点点购物的灵感。这一集呢，我帮大家选出5个必看的品牌，风格迥异但都很有魅力。每个品牌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今天我会实际的试穿他们的爆款单品，分析优缺点、穿搭的 tips， 再告诉你怎么买，在哪里买最划算。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猫哥帮你踩雷加种草的分享，记得点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未来还有更多的时尚分享等着你。Aviator Nation 是一个来自加州威尼斯海滩的复古运动品牌，创办人 Peggy Malkowski 就是那种超爱70年代风、冲浪、摇滚手作都会来一点的灵魂人物。早在2006年呢，他开始在自己家的仓库开始手缝卫衣，结果缝着缝着，竟然缝出了100万美元的年营收。最惊人的是，2021年品牌的营收竟然突破了1亿美金，这真的是妥妥美国车库梦的代表。最惊人的是，他们明星粉丝的阵容非常的狂 ，Lady Gaga、Paris Hilton 统统都穿过。更惊人的是 ，Adam Sandler 更是穿着他们家的卫衣出席了奥斯卡，博了非常多的媒体的版面。那他穿的那件卫衣呢，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sold out了。接下来呢，我就来聊聊他们的明星爆款以及实际上身的效果。我买的第一套啊，就是我身上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彩虹条纹套装，它其实出了非常多的颜色，我个人觉得石炭灰跟米白色也非常的好看。那我选的呢是比较复古、比较实穿的这种比较浅的灰色。他们家的材质啊都是棉跟抓绒的材质，非常非常的舒服。品牌的口号呢，就是 soft as a hug， 就是柔软到像是你被拥抱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slogan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浮夸，但等到我自己真的买了，然后自己试穿之后呢，我觉得它真的很贴切。我其实也买过一些比较大的品牌的这种运动服，但都没有这个品牌这么的舒服。然后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后来又回购了好几件。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穿起来的样子。我其实是还蛮建议大家可以买整套的，那你穿的时候呢，你是可以分开穿搭的。不过啊，这边也要小提醒一下大家，他们的这个材质因为是棉跟抓绒的，如果你非常非常的常在穿，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常穿，所以它其实穿到后来啊，会有一点点起那种小的毛球关，你就用去除毛球的那种机器除掉，其实就好了。那第二套我再回购的，其实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季节款。那跟过去不太一样啊，它是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短版的设计。那这个颜色基本上我觉得还蛮温柔的，就是有一点浪漫的这种算是米灰色吧。然后因为短版的设计啊，所以对小个子来说特别的友好。短版上衣呢，也特别的适合搭配洋装。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娇小身材的呢，是可以挑这种短版的这种外套。那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版型嘛，我就很快的在前段时间的折扣季呢，又回购了一件，是这一件。那这一件呢，就是比较经典一点，因为这件就是他们家经典的这种彩虹条纹。在价格方面呢，他们家的 T 恤大概是90块美金，卫衣大概是200块美金。不过它有的时候会出很大的折扣。如果大家想入手的话呢，可以参考他们家的官网 Shopbop 或 Revolve。那这边偷偷给大家一个小配宝啊，其实我在上半年看到他们折扣最深的是他们自己家里的官网，不过它的那个折扣呢给的时间都非常的短，官网它会突然之间给6折，因为时间很短嘛，所以你要怎么知道呢？我基本上是有注册他的会员的，所以他就会在要折扣的时候通知你说，他有一个40% 的 off。那我个人觉得以他们家的材质，如果6折购物的话，其实还蛮划算的。让 Blackpink、Taylor Swift、Rihanna、Gigi Hadid 都忍不住上身的 R13，他是设计师 Chris Leba 在2009年美国纽约创立，这哥们在 Ralph Lauren 干了19年。某天突然就觉得呢 ，Ralph Lauren 代表的美国梦太过的光明正面，根本就不能够完全的代表美国，他更想要呈现的是美国的次文化，于是 R13就诞生了。品牌的经典是刻意做旧做破的牛仔，以及朋克皮衣，还有格纹衬衫。
最近让我购物欲大喷发，不是爱马仕，不是 LV， 不是 Chanel， 而是 R13。我最近真的就是买了好多他们家的东西，我被他们家烧惨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还有我身上的，我一次就买了5件，连我自己都吓到了。那因为我买了很多件嘛，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 R13裤子的视频吧。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6件，那其中5件呢是这一季买的，那有1件是他们家的超级经典款。所以我也会在今天一起介绍，我会比较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些经典款设计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然后穿起来的样子怎么样，那要怎么穿搭，还有就是它有没有一些身材上的限制。所以如果你对R13也很有兴趣的话，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说到R13呢，做旧的宽裤绝对是它的招牌之一，最有名的真爱粉呢就是 Blackpink 的朴彩英 Rose。R13宽裤绝对是它街拍的常客套，各式各样的刷色以及版型。R13的宽裤呢，垂坠感非常的好，虽然松松垮垮，但是穿起来非常的慵懒，很松弛。我身上的这件呢是在 Naples 购买的，那我是60% off 买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家的宽裤呢是有一点点厚度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今天你不喜欢太过宽松或太垮的话呢，建议就是 size down， 就选小一码。我买的是24码，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不系腰带的话，是非常非常松的。那我身上的这件呢是那种有厚度的牛仔，但穿起来呢其实是非常柔软舒适的。这件呢是可以2穿的，裤长大概100公分。对小个子来说呢，100公分的话呢，基本上是需要搭配4到5公分的这种厚底的 sneaker。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就是裤脚做反折，那反折的话就可以穿薄底鞋。我个人是蛮喜欢反折穿起来的感觉，而且这种不规则的下摆反折起来呢是非常的有型。接下来呢，要介绍他们家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这件不对称裤头的这个牛仔的短裤。每一季呢，每一年他们都会出，那会出在不同的版型身上，有短裤啊，或者是7、8分裤，然后长裤啊、垮裤，他们都有出过这个版型。我个人觉得这是他们家最招牌，是如果你刚开始认识这个品牌，你想要入手一件就是万年不败的牛仔，可以考虑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其实不是我这次买的，这个买的比较久了，但是因为真的太经典了，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入手这个版型的话，我个人自己是最推短裤这个版型，有几个原因。它的这个短裤是一个 A 字的版型 ，A 字的版型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修饰女生的大腿，这件会穿起来看起来腿特别的细。那另外一个它很修饰的部分呢是小肚子，很多女生可能都跟我一样，就是会有小肚子嘛。那因为它这里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裤头，再加上它的裤头就做一个中高腰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其实会比较好的遮住小肚腩。觉得这件是修饰效果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很经典，所以它也非常多女明星都很喜欢。最近我看到 Taylor Swift 就有穿同一款同一个颜色出镜哦。对了，这件版型基本上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今天我会比较建议，如果大家不喜欢穿的太宽松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就是 size down 买小一码。花朵拼接的这件短裤啊，是他们家的季节款，是我今天介绍的裤子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件。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好了。它是这种比较浅色的刷色的这种牛仔，我觉得就是夏天跟春天穿也很好看。它有非常多的拼接的印花，包含了就是花朵啦、骷髅头，背面也有，背面是有蝴蝶，还有就是也是花朵。然后另外我想要给大家看几个 R13的细节，他们家的背面的口袋啊，其实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纹样，基本上每件裤子都会有。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家的扣子。我其实很喜欢他家的扣子，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它是这种有雕花的扣子。这件裤子呢，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的不挑身材，因为它一样是我刚刚讲的那种 A 字的版型，它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它也很修饰腿型。这件呢，它其实是一个大爆款，因为有非常多的女明星有穿过，欧阳娜娜、祝绪丹其实他们都有穿过，所以当我看到这件裤子5折竟然还有我的尺码的时候，我其实蛮吃惊的。在它刚上架的时候，我就蛮想买这件的，但是因为它定价也不便宜，所以我就想说可能折扣季再来看好了。结果真的折扣季5折，当然就是立马就是买下，而且我就是买到最后一件。第4件呢，其实也是一个季节款，它是一个迷彩的短裤。我觉得这件算是功能很满点的一件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裤子的一些细节。第一个细节呢，是在双边的腰边呢，它都设有这种调节带。
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调整你想要低腰穿还是中腰穿或者是高腰穿。另一个可以调节的部分呢，是在裤尾的部分，它是一个抽绳的设计，两边的抽绳可以让你调一下裤尾的这个宽度。第二个细节是口袋，这件裤子非常多口袋，背面有2个口袋，都是属于可扣型的口袋。正面的口袋就更多了，其实有4个口袋，这里有1个口袋，第2个口袋，第3个口袋以及第4个口袋。我觉得这种翻开式的口袋啊，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平常大家出去运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零钱、钥匙放在里面，也不会掉出来。此外，这件裤子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它在里面设计了非常多的备用扣，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个备用扣缝着，所以大概有6、7个备用扣吧。所以如果你的扣子临时掉了，就可以临时的把备用扣取下来使用。不过这件裤子其实有一个缺点啦，我觉得就是它是有一点挑人身形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点花苞裤的感觉。腿粗的人呢，我建议会避免花苞裤，因为花苞裤会看起来腿会更粗。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干燥玫瑰的这个弯刀裤。好，我必须要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裤型非常非常的难以驾驭。那为什么我会买呢？其实我非常喜欢干燥玫瑰这个颜色，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比较不常碰到，在 Final Sale 的时候，因为还有我的妈妈，所以我就买了一件回来。我必须要讲啊，就是弯刀裤呢，就是小个子要慎入。那因为其实弯刀裤非常的压人的身高，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比较高挑的女生。那小个子买的话呢，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把它反折起来穿。穿整个长裤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点压身高。然后另外弯刀裤的一个搭配的技巧的，建议大家买那种短版的上衣或短版的外套来搭配弯刀裤。最后一件呢是R13，我这次买了裤子里面呢折扣幅度最高的一件，它其实是75% 的 off， 对，你没听错，就是25折的意思。那是一件英伦格纹风的裤子，这是一个89分裤，在 R13 的上一季呢，也算是他们蛮火爆的一个颜色吧。那很多大陆的女明星啊，她们也都有穿同个花色的裤子，不过她们一般大家选的都是那种长版的宽裤，因为长版的宽裤，我觉得对于高挑的女生驾驭起来，其实会有更率性的感觉。那我买的是这种89分裤，对小个子来说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但这件裤子的版型其实穿起来是非常的低腰，而且它的这个胯长啊，这里是做的特别短的，属于比较长骨盆或宽骨盆的女生来说，这种裤型大家可能要避免穿，因为它会穿起来在胯下的位置会比较卡，就穿起来其实没有真的这么的舒服，我觉得是有一点可惜。格纹裤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非常难搭配。那我自己觉得就是穿简单的黑色的 T 恤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另外格纹裤特别适合配那种短的军靴，穿起来其实是有一点帅的。然后我这边想要小小 complain 一下制造地的变迁这个事，因为 R13 他们家的东西并不便宜，我印象中6、7年前买他们家的东西啊，基本上100%是意大利的，但这2、3年啊，你就会发现它的产地的越来越多元，然后有越来越多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我猜这可能是成本的考量吧。最近这1、2季呢，也出现美国制了，应该是因应川普的关税吧，所以它的制造力其实是越来越多。整体的品质来说，我觉得还是维持中上，但我必须要说，在某一些裤型的做工啊，其实跟早期比起来啊，的确就是没有这么的精致。那我们来聊聊一下它的价格跟就是在哪里买比较便宜。R13 他们原本的定价其实我觉得都蛮贵的，它的牛仔裤格纹衬衫普遍会落在500到800块美金之间，靴子就会破千，那我是皮衣的话应该会上看2、3千的美金，其实是非常贵。不过它的折扣还蛮深的，而且它很容易就是打到骨折，特别是今年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打到骨折。我今年的买的每一件基本上都是4折、5折，甚至我刚刚讲嘛，有一个是25折，所以折扣真的就是非常深。那我一般购买的电商就是在 Net-a-Porter、Shabab、Le-One， 最便宜的地方是加拿大的 Sense 这个电商网站，但我不太敢在这里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滑到一些新闻 ，Sense 它好像有一些财务的问题吧，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它的破产，所以我其实很怕在上面买了之后收不到货，或者是收到的货是有问题的，然后又没有办法退货，所以我后来就不太敢在这里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最近在这里买过东西，可以分享一下吗？
如果你喜欢那种有点仙的浪漫田园风，那种一定是你的命定品牌。这个牌子来自于 LA， 由两姐妹 Margaret 跟 Catherine 在2016年创立，主打的就是女生为女生设计。灵感是70年代的文艺花园，所以你会看到满满的蕾丝、泡泡袖、小碎花和叶边，每一件都像是小仙女们制服。我个人觉得他们的设计理念很棒，强调永续、公平制造。用的布料呢是有机棉、丝跟亚麻，穿起来柔软又亲肤，非常的舒适。Dr. Johnson 啊，感觉就是品牌的代言人，感觉都承包了他的衣柜，他好多街拍都是他们家的碎花洋装以及衬衫。Taylor Swift 也是品牌的爱好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的2大爆款。第一个爆款呢，就是 Selena 穿的泡泡袖的洋装，这件洋装也是很多好莱坞明星的爱用款，仙气十足。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梦幻，没有很实穿。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它有点挑人穿，它是这种很蓬的泡泡袖。如果今天你的肩膀比较宽，或者是你的手臂不是很瘦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穿起来是比较容易显壮跟显胖的。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Taylor Swift 身上的这个衬衫。Taylor Swift 这件衬衫呢是白色的，那我买的是它的类似款，那我买的是一个小鸡黄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有春天的感觉的，非常好看。其实它除了这个5分袖之外，它还出了类似款的这种长袖。然后他们家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看到我身上，它其实是有一点透的，所以它很轻薄，即便你是在新加坡或者是你在夏天穿，其实也不会太热，因为透气度非常的好，而且很柔软。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啊，非常适合做防晒衣来穿，但它有2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有点透嘛，所以其实你在挑内衣啊或者是内搭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呢，其实我觉得他们这1年涨得真的太厉害了，我也是几年前就开始买他们家的衣服。我觉得今年他们真的涨得有点夸张，真的就是折扣季才值得入手。那讲一下在哪里买最划算好了。这个品牌在蛮多地方都买得到了，比方说 Net-a-Porter 啦、The One 啊、Farfetch 你都可以买得到。折扣呢基本上是官网比较大。那它的官网也是属于那种private sale， 所以就是你今天有注册他们的官网了，它也会通知你它有 private sale， 而且一旦开始下折扣呢，其实热门款大概7折就会缺码，但一些冷门款有的时候可能2折3折都还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尺码。Metan King 韩系极简的代表作，由韩国设计师 King 在2018年创立，以简约时髦以及日常的经典为核心的设计理念，融合了欧美的街头风格以及韩系的极简冷淡风。黑灰白是品牌的主要色系。少女时代的泰妍、Blackpink 的 Jennie、NewJeans 的成员都非常的常穿。在明星的效应之下呢，短短几年，品牌就成为首尔非常火爆的品牌之一。如果你只打算买一样他们家的东西，那就一定就是帽子。虽然韩国的帽子品牌真的非常的多，像 EMIS、MFG、Type Service， 但他们家的帽子啊，真的不输给任何一家。我们来真实的试戴看看。他们家的这个帽檐的深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然后另外呢，它的帽身做的比较深，所以戴上去呢，基本上就有一个脸小了3公分，头也小了3公分的感觉，修饰头型，但是并不压发。那他们家的帽子啊，基本款主要是素色的 logo， 但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比方说豹纹啦、迷彩或者是做旧牛仔，以及特殊的刺绣款。我买了2顶，这顶呢就是所谓的做旧的牛仔，那它就是这种比较洗的、比较白的这种灰黑色，我觉得非常的好搭，也非常的好看。另外一款我买的呢，是我手上这个刺绣款，虽然它是黑底的，但它上面绣了非常非常多的图案。我觉得也很好看，而且也非常日常好搭。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偏小心机款的呢，就是比较有点特色，但又不会很浮夸，会比普通的这种素色 logo 帽啊，我觉得是更特别一点点。他们家帽子的价位大概是落在900块台币到2000块之间，那这个是没有折扣的价钱。他们其实也蛮常来打折的，所以折扣季买呢都会更便宜。那因为他们家的帽子真的非常的好戴，我最近又订了2顶，是他们家的豹纹的款式。我非常非常喜欢豹纹，豹纹出了3个颜色，那我就买了其中的2个颜色。等我收到之后，再分享给大家。这个材质它还出了包包，所以呢，我也买了它的包包。它的包包是这个，
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牛仔的包包。然后这款包包呢，因为也蛮多韩国的明星有背过，所以也算是他们家品牌的一个热门爆款，非常非常常缺货。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刷色。那我觉得这个包包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是它非常能装，大家可以看。它背起来就是这样，觉得非常适合学生族。那当然，通勤族需要装文件也是非常 OK。然后另外，因为它的这个包包比较大嘛，所以它其实可以做那种2天1夜的过夜包。今天的最后一个品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Ralph Lauren。讲到 Ralph Lauren 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那个打马球的 logo， 以及他们家的经典单品 Polo 衫、衬衫、麻花毛衣。都不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他们家的一个隐形的明星爆款棒球帽。Ralph Lauren家的棒球帽啊，其实有2个最主要的系列，一个系列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素色的帽子，然后前面就有这个打马球的这个刺绣在上面，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颜色。我手上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颜色，比方说卡其色啦、白色，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蓝色，我觉得这个蓝色非常特别。然后还有最显白的这个深蓝色，也有人说是藏青色。这个系列呢，我觉得算是大家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系列。大家如果在 Outlet 的话，它的帽子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那这款呢，我跟胖娜常常是一起戴，因为它基本上不挑脸型，也不挑性别，然后也不太挑头型。好，戴一顶给大家看一下。选这个是卡其色，非常非常的常见。前面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它后面这里是可以做调节的。那因为 Polo 的帽子啊，基本上是男女同款，所以它的这个帽檐呢也会做的比较深，然后所以其实男生跟女生都是可以戴的。因为通常女生的头比较小嘛，所以基本上戴起来会看起来头很小，它有这个效果。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其实是它的特别款，另外一个系列。另外一个系列就是它前面呢是会有动物的拟人化动物，穿着比较英伦风的衣服。我手上有2顶，一顶是这个是黄金猎犬，非常可爱，穿着这个英国的这种绅士服。然后另外一个是熊熊戴着这个绅士帽，然后穿着西装，这样非常可爱。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如果大家碰到折扣，我是蛮建议大家入手的，因为它比较特别，也比较少见一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2顶的一些细节，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相似。前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嘛，一样就是布料的这个帽子，然后上面就是有2个可爱的小动物，但它的背面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以这顶蓝色的帽子来说，它的背面啊，调节带的部分啊，其实是皮带的系列。以这顶来说，它是全部都是布的。所以其实2顶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我个人觉得皮带的系列看起来会更有质感，然后更高级一些。大家买帽子的时候啊，因为 Polo 家都是软帽，所以你买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个硬纸板，我会建议大家都留下来，因为它可以保持你的帽型。Polo 的帽子的价钱一般是在50到70块美金，但它在折扣季跟在 Outlet 的时候，它的价格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折扣。25% 的 off 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有时候甚至会到对折。那当然，如果折扣比较深的时候，我就非常建议大家入手，因为我觉得这算是他们家比较亲民的单品，而且就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好啦，这个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也是我今天精挑细选的5个折扣季必收的品牌。我不知道这5个品牌有没有刚好也是你喜欢的品牌。当然啦，如果你有其他更推荐的品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大家也不要忘了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未来你就可以看到更多实穿的测评，还有一些时尚踩雷或者是种草的一些分享啦。我们下次再见吧。